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接近闯关成功，中美对抗要全面进入一个新时代。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陆小飞。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以南的那个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一直是美国航天发射的重要的一个基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实验基地。过去那些航天飞机都是从这里升空的。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基地可能再一次给美国带来希望或者是失望，这取决于近期即将在这里进行的美国陆军暗鹰高超音速武器发射实验是否成功。高超音速导弹作为一种能够打破现有全球军事力量格局的利器，中美俄研究起步都很早。美国因为一开始给自己定了20马赫飞行的宏大目标，胆子和步子都太大，导致多次实验失败，到现在都没有可用的弹。这种二战以后前所未有的态势不均衡，让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确实有了很强的急迫性，也让中国网友谈论中美对抗的时候多了一分实打实的底气。但是尽管美国现在发展不顺，经过了20年的发展，它各个军兵种多个项目也是在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些项目并不都像美国那个 AGM-183 那么坎坷。目前看来，陆军还有海军的项目前期实验成功率要高一些，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所以该来的早晚会来，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上面永远停滞不前。这次发射之前，也就是去年，美国还把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训练设备提前下发到了陆军部队，这是宁可人等装备，不让装备等人。这是打算研制完成之后加快生产装备，并且形成战斗力的速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缩小跟中国的差距，以便美军能够在东亚跟中国展开对峙。从美国这次公布的禁航区域来看呢，这次试射的飞行距离很有可能超过3000公里，这意味着暗鲸可以通过美军这些年规划的移动基地的部署方案，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分散部署，在3000公里距离上威胁台湾海峡两岸，比如解放军登陆作战所需要的铁路交通、航运码头、电力网络、通讯节点等等设施，或者在解放军夺取了台湾岛上那些登陆场、占领澎湖、台湾岛机场码头情况下，对这些个设施进行破坏，防止我们利用。总而言之，是要增加我们对台作战的风险。而我们呢，要把距离台湾海峡3000公里内对方所有可能的发射车部署位置都找出来，确实太难。那么中国就必须认真的发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并且呢，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侦察预警范围，扩大我们的攻防纵深，加强瘫痪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所有基地的能力。同时，我们的重要交通、电力、通讯等等节点要增加备份，提高我们整个体系的抗损性。这是不仅要比技术、比科技、比装备，还要比基建。也许未来几年后呢，中美双方会短暂的拉平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差距，双方在高技术常规武器方面也要试图形成一种能打击对方死穴的恐怖平衡。这可是躲不开的军备竞赛，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避免的。那么我们面对压力，只能够逐步的加大国防投入。比如今年中国国防预算约为1553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7.2%， 继续缩小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就一定要花这笔钱。另外还要给科技人才队伍更好的发展环境，让他们能够少受不必要的干预和干扰，专心于发展和创新。因为我们必须要抢时间。所以呢，还是要记住，成绩永远代表过去，危险都在未来。